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萧炎准备前往中州，途经天涯城时，遇到一蛮横的红衣少女。该少女拿着皮鞭，驾着飞马，在集市里横冲直撞。萧炎不想多生事端，本打算避开，奈何该少女出言不逊，好狗不挡道，都给本小姐滚开！萧炎顿时就不想挪动脚步了。哼，找死！看着萧炎这般举动，那名红衣少女顿时冷哼，下一秒手握皮鞭就朝着萧炎的脑袋抽去。神色不变，萧炎随意抬手就将那皮鞭抓进了掌心，随后一个用力就将那红衣少女扯下了马背。一屁股坐在地上时，那红衣少女有些懵，反应过来后，一张俏脸瞬间变得铁青。混蛋，王八蛋，你居然敢对本小姐出手，待你家长辈略作教训而已。瞥了一眼那宛如母老虎的少女，萧炎淡淡的道，随后带着小医仙三人就准备走了。可红衣少女却是被彻底激怒了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你也敢教训我？华叔、刘叔，把这个混蛋给我杀了！随着少女尖锐的声音响起，两道苍老的身影迅速破空而来，旋即挡在了萧炎四人的面前。这位朋友，我家小姐的确调皮了一些，不过她毕竟是一女孩，阁下如此对待，是否有些不妥了？两人之中的灰发老者开口道。所以她现在还活着。萧炎抬眼看着眼前一灰发一白发的两名老者，他能感觉到这两人的实力约莫是在5星斗皇与6星斗皇之间。可那又怎么样呢？他本就不是什么善良之人，若是今日换做一个蛮横的男子敢如此喝骂于他，那教训可不只是单单的将之扯下马来。围过来看热闹的人群看到萧炎竟然如此硬气，内心直呼解气的同时，又都对萧炎投去了同情的目光，只因这个红衣少女是天涯城出了名的小魔女。你个混蛋，在天涯城还敢这么嚣张？你打了本小姐，我爷爷定然不会放过你。你若是识相，现在就给本小姐跪下磕头认。啪！红衣少女的狠话还没能放完，就被小医仙一巴掌打得口吐鲜血。这女子视人命如草芥不说，竟然屡次辱骂萧炎，这是小医仙绝对不能容忍的事。你再敢骂一句，她不杀你，我来！偏着头，顶着5根紫红的手指印，红衣少女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满眼肃杀的绝色女子。而敢！这突如其来的巴掌令得那两名老者也愣了愣，主要平时横行霸道惯了，也没人敢这么嚣张啊。反应过来后，当即就是一声怒喝，朝着小医仙扑去。轻微的雷鸣声响过后，他们顿时噔噔噔的倒退了好几步。反观以一敌二的萧炎稳若磐石，今日之事咎由自取，若是再不识相，可别怪在下心狠手辣了。萧炎的耐心即将耗尽了，那两名老者见此次真是踢到铁板了，连忙爆出红衣少女的真实身份，希望萧炎不要再追究。萧炎一听对方竟然是罗家的人，而那跋扈女还是在家族中颇为受宠的大小姐，顿时就皱起了眉头。此时那红衣少女才回过神来，摸了摸自己火辣辣的脸颊，滔天的怒意仿佛要凝为实质，从纳戒之中取出玉牌，狠狠捏碎。红衣少女十分怨毒的道，贱女人，你敢打我，我爷爷绝对不会放过你，待你落到本小姐手中，定要将你的手指一根根剁下来。目光冰冷的看了那少女一眼，小医仙不想再给萧炎惹麻烦，就没有动作。萧炎却是不愿让小医仙受这样的委屈，反正这个梁子已经结下了，不是吗？再打，如此恶毒心性，留着也是祸害。听到耳边传来的声音，小医仙微微弯起了唇角，旋即再度扬起玉手，毫不客气的又是一巴掌扇了过去。随着这一巴掌落下，一股磅礴气势陡然间暴涌而出。几位如此行径，可还真是不将我罗家放在眼中啊！来人正是罗小妖的后台，罗家老祖罗成，实力5星斗宗。罗小妖见自己的爷爷来了，连忙指着小医仙他们，将自己如何受了委屈的事情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遍，还特意凑近了点，让罗成看看清楚自己脸上对称的2个巴掌印。罗成眼看着自家孙女儿委屈的流着眼泪求自己做主，很是心疼，正准备开口说点什么，小医仙淡淡的声音就传了过来，手指也不想要了。闻言，罗小妖猛地缩回手指，他是真的被打怕了。也是在此时，罗家的犬马们终于是赶到了。一位男子在对罗成恭敬的行完礼后，当即就呵斥萧炎他们，真是好大的胆子。闻言，萧炎终于是冷了脸，本来这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，
可罗家的态度以及如此兴师动众的行为，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触碰到萧炎的底线了。老虎不发威，还真当他萧炎是软柿子不成？且不说罗成能不能打得过小医仙，萧炎的纳戒之中可还有着一具足以与6星斗宗相匹敌的地妖魁呢。教出这般蛮不讲理的小辈，你们这些长辈怕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瞥了一眼先前那名说话的中年男子，小医仙依旧稳定发挥，随后脚步朝前一踏，直接释放出了一股丝毫不逊色于罗家老祖的磅礴气势。斗宗强者，围观的人群中发出阵阵惊呼。罗家老祖能感觉到，真打起来自己不一定是这个绝美女人的对手，而且自家孙女的脾性他也是很清楚的。他刚才的控诉最多信2成，但玉牌本来是给他生死攸关的时候用的，所以他才会火急火燎地赶过来，搞得如此这般兴师动众，换做平时也就罢了，这次的对手明显不是个好惹的。该死的，小妖这丫头是该好好管教一下了，日后若是惹到一些惹不起的对手，那对罗家来说可绝对是灭顶之灾。心里一阵后怕之后，罗成看向罗小妖的目光陡然凌厉了许多，随后语气缓和地表示，几位，今日之事的确是小妖之错，我罗成在此代他向几位道歉了。罗成识物的低头，子言却并不想买账，他都没那么骂过萧炎，这一个胸大无脑的丫头凭什么？哼，一个小小的罗家教出来的孙女儿比我还刁蛮。子言冷哼道。罗成见子言不过14、15岁的年纪，却有着斗皇的实力，更加坚信萧炎他们身后定是有着实力极为恐怖的势力支撑，因此说起话来倒是客气了不少。再次表达抱歉之后，不忘承诺自己日后一定好好管教孙女，随后一挥手就让手下把罗小妖给押走了。罗小妖虽然刁蛮，却不是个蠢货，想明白自己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之后，根本不敢再说话，此时更是恨不得早点消失。罗成表演的这番变脸，萧炎也是看够了。待得罗小妖彻底消失后，他与小医仙3人就准备离开了。然而身后的罗成却是出声请萧炎留步。罗成猜到萧炎这样外来的强者留在天涯城多半是因为空间虫洞，而天涯城的空间虫洞此次问题不小，正是需要小医仙这样实力的强者帮忙修复。至于为什么同萧炎谈，这点眼力劲儿他还是有的。在得罪了他的情况下还敢提帮忙的事，萧炎知道罗成笃定了空间通道仅此一家。若是没有先前的那些事，他看看情况帮帮忙也就算了，不过现在嘛，不叫罗成出点血，他还真就不乐意了。报酬，萧炎简单明了地吐出了2个字。罗成是不想给的，并试图通过早点修复萧炎他们也能早点使用来当法子，可萧炎态度坚决，那空间虫洞一日不开，他们罗家的损失也是巨大的。罗成最终同意用1枚6阶的天毒蝎龙兽魔核作为报酬。6阶的天毒蝎龙兽魔核虽比小医仙所需的差上1阶，但如果一直未能找到7阶的天毒蝎龙兽，这东西将会是最后的救命稻草。双方达成协议后，罗成就带着萧炎他们去到了一座占地极为庞大的黑石广场。途中罗成多次想要套话摸底，都被萧炎不动声色地挡了回去。黑石广场之上有一个高耸的石台，空间虫洞便是在石台的中心位置。看着那正徐徐旋转着的漆黑空洞，萧炎4人都是有些动容。然而不等萧炎他们再走近一点看，那黑洞之中突然爆发出一股强烈的吸力。叶欣兰因实力最低，第一个被吸飞起来。萧炎虽反应极快地拉住了他的手，可强大的吸力也让萧炎难以稳住身形，就连子言上前帮忙也一并被吸得飞离了地面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给牛奶点个赞吧。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，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。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拜拜，下期再见。